聚焦国际热点，剖析军事装备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麻烦您点赞订阅。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：003公开意味着004要登场。中国建航母速度太快了。航母建造是一国工业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，主要涉及5个方面的关键技术：航母本身研制建造技术、舰艇动力技术、舰载机研制与适配技术、舰艇材料应用技术、舰载武器适配与应用技术。在技术上出现任何缺陷，都很难造出合格的航母。世界上能够真正独立开发和建造中大型航母的国家只有不到5个，而且有能力同时开始建造2艘航母的国家更少。由于中国经济实力雄厚，工业体系门类齐全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，才使中国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快速建设航母，这是中国建设航母的根本原因。另外，中国发展航母战斗力的关键还在于航母发展的连续性和系统性。从16号辽宁舰的技术探索，到002号完全自主设计建造，再到003型平甲板常规型航母的独立设计制造，再到057型两栖攻击舰的快速下水建造，再到如今传闻中的005核航母的研发，再到从蒸汽弹射到电磁弹射的技术跨越等等，中国的进步是惊人的，这已经被世界所公认为是事实。中国是个军事大国，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很艰难的，而且中国的科研队伍不畏艰难，勇于接受挑战，打破了许多技术垄断。如今中国海军在军事技术上仍然比较先进，在各方面都有重大突破。对于中国航母的制造，国内军迷们都很关心，很多人在关注着江南造船厂的第3艘航母。中国的船舶重工去年完成了国内第1台20兆瓦船用汽轮发电机的竞标。另外，海军工程大学还成功攻克了50MW 飞轮储能装置，并成功研制了电磁弹射制动装置相关子系统。003号航空母舰搭载的是美国军方所达不到的装备。美军在福特级建造的早期就计划了电磁弹射，但是由于技术不合格，福特号航母经常出现故障，需要返修。目前美军正在准备拆除电磁弹射器，改用传统的蒸汽弹射。由电磁弹射改为蒸汽弹射，意味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将降至90年代的水平。蒸汽弹射器每起飞8架飞机必须关闭并储存能量，大约40分钟，而且电磁弹射器也不用为此担心，只要舰船的动力系统没有受损，就可以继续使用。基于 EMR 的技术优势，美国海军竭尽全力为福特级航母装备 EMR 系统。由于美国缺乏技术支持，003将成为全球首艘全电航母。003航母所装备的舰载机也将实现重大突破。有消息称，我军 FC-31突击队3号战机进行了试飞，并取得了成功，这意味着突击队离完成试飞的阶段已经不远了。大家最大的期待就是 FC-31上舰，成为中国第1架隐身舰载机。这款战机还有一项隐身功能，将其搭载到我国的003航母上，将产生一种更强的综合效果，拥有更多的能力。这样的发展是让其他国家吃惊，也让其他国家感到恐怖，甚至在先前的发展过程中并不为世界所看好，但现在也逐渐使世界对我们产生了某种崇拜。美媒称，如果这项计划顺利进行，将进一步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核力量。当然，电磁弹射器的加入也将是中国向前迈进的关键一步，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使用电磁弹射的航母。003航母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具备核动力。常规动力航母需要携带大量的燃料，动力系统占据了航母的体积，远洋自持的战斗力相差很大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研制隐形舰载机的速度也不快，估计要在服役8年左右才能实现。空中警卫600刚刚试飞，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投入使用。航母003虽然实力雄厚，但并未完成反舰攻击，它的定位仍然是海上作战。毋庸置疑，003号航空母舰是我们的一个开端。预计到2035年，中国将拥有6艘航母，其中还将有核动力航母，其吨位甚至可以超过10万吨。中国的航空母舰正以一种出乎意料的速度前进，成为海军强国已经指日可待了。建造一艘航母有多难？全球只有4个国家能造，需要满足这5大条件。海上霸主航空母舰可以说是大国海上实力的象征。世界上拥有它的国家不少，比如印度、俄罗斯、英国、法国、美国和中国等等。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这10几个国家中，真正能够自主建造航母的却
不多。除了老牌的军事大国美国外，只有法国、英国和中国才能建造航母。而在世界上排名极为靠前的军事强国俄罗斯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。那么，为何全世界只有这4个国家能够建造航母呢？海上霸主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？航母虽然是船，但它并不是大船那么简单，其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东西，其中工业体系是关键的一点。从最基础的钢铁到最表面的涂层，这些都是需要依靠国家的工业体系。对于一些小国家来说，花费巨资去购买航母的作用并不大，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负担后期的养护，没有与维修保养相配套的工业体系去支撑，即便买来也只能是废铁一堆。而建造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国家的航母，自然要求就更为严格了。近日，中船重工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，中船重工党组书记、董事长、重点工程总指挥胡问明率队到701所专题检查，强调提高起点，大胆创新，科学务实，高质量推进重点型号任务，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提供装备保障，再立新功。而文章中的一则配图格外引人关注，图中出现了3艘航母领衔的大型舰艇编队，分居左右两侧的应是16号辽宁号航母和正在执行海事任务的首艘国产航母17号山东舰。位居中央的新型航母体型更大，而且采用了平直甲板设计，这被外界认为可能是传闻中的第2艘国产航母。其实，关于中国第3艘航母，也就是国产第2艘航空母舰的建造，早在2015年就有消息透露已经开工，但是建造地点并不是在大连，而是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。经过近3年的模块化建造，如今应该到了进入船台建造的阶段。而现在经过中船重工官方媒体的曝光，则说明中国第3艘航母的神秘面纱要揭开了。据称，003航母将会采用常规动力电磁弹射技术，而且使用歼 15T 舰载战机和空警600预警机，所以排水量会比001和002航母更大。如果说16号辽宁号航母是中国熟悉现代航母改装与布局的学习之作，那么17号山东舰则让中国从头至尾熟悉了一艘航母的设计、建造、实验和服役的复习之作。而003航母就是中国开创建造追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定鼎之作。003航母的几个重要因素不得不郑重提及：大规模平直甲板可以让航空作业更宽满，电磁弹射器可以让更多舰载机登上航母，还可让航母的作战频率更快，而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将会让航母战斗力倍增的同时也更加安全。再回到003航母的建造上，如果之前说的第2艘国产航母进入建造关键阶段，因为没有17号山东舰那样的图片证实而没人相信，现在由权威的设计单位直接将其设计图展示出来，很可能意味着该航母的建造已经进入重要阶段，上船台。由于17号山东舰从上船台到下水用了28个月，已经比16号辽宁舰缩短了1半还多，因此预计003航母从上船台到下水总用时已经不会超过20个月。以此来推算，003航母如果现在上船台，那么其有望在2021年底或2022年初正式下水海试。对于003航母，有人说是6台燃机，那么要分多少个机舱布置？全部集中在一个舱室？你不考虑冗余？而且003建造图也没有这样的舱室分开放，能把烟囱整合的这么小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否则055都可以做，女王也不需要弄双舰岛。实际上，地球物理规则是通用的，在 CVX 选型报告里面明确就说了，燃气轮机动力对甲板占用面积过大的问题，这是美系甲板叫法，对机库甲板那层受影响面积10%，对下一层的01甲板则有18%的影响。看看出于那些烟道就知道为什么了。那么用核动力好处减少烟道带来的影响，解放剑桥，结果放着涡轮发电机不用，改用对甲板面积影响更大、对剑桥限制更多的燃气轮机来发电，这样合理吗？一点都不合理。真要发电，美国福特26MW 的涡轮发电机不好用吗？我们20MW 的涡轮发电机全都功率测试了，真要用，等这款成熟不好吗？从003最新的图，剑桥的烟道面积，我们知道这不是苏联的备用锅炉所需的烟道尺寸，没那么小。从燃气轮机复杂的进排气管道部件，更不可能是多台燃机的烟道，没那么大。那么
么003的动力是怎样就很清楚了。建造过程、机舱、8台主锅炉图片有，八股文都有了，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分析认为，中国发展航母的步伐是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步更快于一步，而且即将形成南北同时建造航母的格局。而且从现在的航母建造是一型一艘的风格来看，所有前期的航母建造都是实验性的，都在为最终批量建造航母排水量超过10万吨的核动力、电磁弹射、装备电磁炮、总载机数量近100架的超现代化航母而奠定技术基础。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来看，也许004航母就是所谓的目标舰，而该舰的设计也许现在已经完成。中船重工也许意在通过公开003航母来表达004航母即将开工的消息。我国的综合国力逐年上升，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在世界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现在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奋斗出来的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，这是我们国家多年来努力耕耘的结果，也是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的重要的软实力。当时胡江以迎王师，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以及法英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，依靠的是多年以来无止境的殖民与剥削，他们在综合国力方面也具备自己的优势，但明显后劲不足，他们的拳头还能硬多久？这是值得怀疑的事情。好了，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